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参加开始推理吧，不得不说，赵丽颖对人物塑造力太强了。赵丽颖最近在娱乐圈中出现得很频繁，她主演的《幸福到万家》这部剧在北京和东方卫视播出，又忙着拍摄《与风行》这部古装剧，还不忘前往家乡河北出席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代表大会。如今又有消息透露，她还参加了《开始推理吧》这档综艺节目。赵丽颖自从离婚后，事业就像开挂一样，一直在忙碌中，从未停止过休息。不是在拍戏的片场，就是在录制节目的现场；不是在节目现场，就是在参加活动的会场，总是马不停蹄地奔波在事业中。赵丽颖作为一个女人而言，看起来比较柔弱，内心却非常要强。在演艺事业这条路上，她非常努力上进，而她在演艺圈这条路上，通过自己的努力与付出，也非常深受观众的喜欢与支持。在演艺圈中的女演员中，很多人到了她这个年龄，基本上都已经无戏可演。而对于赵丽颖来说，她在这个年龄段却非常深受圈内人的喜欢，一部接一部剧拍摄演出，而且都是在剧中饰演女主角。除了拍戏以外，也有很多综艺节目找到她。所以说，赵丽颖在这个圈子里算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女演员。这种实力不仅仅只是她资源好，也是她的过硬的演技和人品，得到不少圈内人的肯定和认可。赵丽颖参加《开始推理吧》这档综艺节目，在节目中的这组暗黑风洋娃娃造型，让人看了有点吓人，感觉像是在看惊悚恐怖片。她身穿蕾丝吊带长裙，惊悚的眼神，嘴唇涂抹着赤焰的口红，手拿着几束红色玫瑰花，旁边点燃着白色烛火蜡烛，整个画面充满着惊悚感。不得不说，赵丽颖对人物塑造力太强了。为何赵丽颖要以这组装扮出现？只因符合这期综艺节目的主题。这期综艺节目主要以谁是凶手为主，在扑朔迷离的黑暗中寻找谁是真正的凶手。而赵丽颖这组照片穿搭，再加上她的人物塑造，让人看后瞬间就有代入感。赵丽颖与凤行片场穿名牌，头发造型被打马赛克。天气越来越热了，在横店拍摄与凤行的赵丽颖也是一身的清凉装束。从媒体拍到的画面来看，赵丽颖带妆出现在片场，虽然头上戴着发套，衣服却是一件白色的笑脸 T 恤。她的腿上是一条宽松的蓝色短裤，脚上是一双黑色凉拖，搭配白色的运动长袜，袜子上竟然印着已打疫苗的字样。据粉丝考证，赵丽颖的这套衣服可都不是俗物，样样都是大牌。镜头里的赵丽颖嘴角勾起，整个人显得格外清爽。相比较之前的黑色长裤，她的蓝色短裤洋溢着满满的少女气息，身材曼妙纤细，让人不得不感叹她的冻龄状态。与凤行开机没多久，但媒体曝光的赵丽颖造型就有好几套。这次的照片里，赵丽颖虽然带妆，但流出的图片特意在发饰部位打了马赛克，呈现出一片模糊。赵丽颖饰演的沈黎身份高贵，碧苍王这个彪悍霸气的人设在古偶剧中很罕见。沈黎不仅是名义上的女王爷，实际上的她还骁勇善战，战功显赫，数次救冥界于危难之中。所以赵丽颖在《与凤行》这部剧的造型中，最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代表王权的金色。早前官方发布的剧照里，赵丽颖的头上就佩戴着有镂空凤凰造型的金色发饰。赵丽颖打马赛克的这张剧照里，发饰虽然也是之前的金色，但大概的轮廓却有明显的差异，它更像是王孙们的发冠。在《与凤行》开拍前，就有媒体爆出一组赵丽颖身穿黑色戏服，头戴金色饰物的视频。但是这两个金色发饰还是不一样，最大的区别就是打马赛克的这张里，
发冠上明显多了发簪，它更加有庙堂气息。如果这个造型是之前曝光过的话，图片也不会打上马赛克。所以说，赵丽颖在与凤行中有大量和金色相关的造型，她们风格迥异，绝不会雷同。从中也不难看出与凤行剧组在服化道方面的高标准、高要求。赵丽颖在片场面带微笑，心情上也是相当不错。沈黎的王者之气是这部剧的最大亮点，这个角色有望再度成就赵丽颖的事业巅峰。有匪，谢允这番话说出了一个重要的爱情道理：喜欢一个人，你会有怎样的表现？有匪中，周匪心里早就对谢允动心了，但他大大咧咧的性格并不觉得那就是爱。当他和谢允坐在屋顶喝酒时，他开始问谢允的过去，问他这么多年四处漂泊都是怎么过的，还问他小时候的事情。这个时候，谢允对他说：“你知道对一个人好奇代表什么吗？代表对这个人有意思，因为你喜欢他，才会想知道他心里想什么，他此刻正在做什么。”双引号。周匪听完后又生气不理他了，但仔细回味谢允的这番话，不无道理。他说出了一个重要的爱情道理：喜欢一个人是从好奇开始的，好奇是想要了解一个人，走近一个人。如果喜欢一个人，你就会对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，不管是他的感情经历，亦或他此刻在做的事情，只要和他有关，你就都想听。只因为那个人在你心中有一定的位置，你才会想要了解他，走近他。正如周匪对谢允一样，当对他动心后，就会想要知道他这些年是怎样过来的，苦不苦，累不累，有没有遇到过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他是怎样活下来的。当他越了解他，也就会越心疼他，越能看穿他嬉皮笑脸的背后藏着的辛酸，两个人的心也会越靠越近，只是周匪还没开窍而已。现实中，感情的开始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当你对这个人有兴趣了，你就会想要开始了解他，比如会问他的工作怎么样，开不开心，有没有不顺心的时候，比如会问他的爱好是什么，喜欢看电影还是旅行。如果听到对方和自己有相同之处，还会觉得暗喜，感觉两个人是真的很合适，要不怎么连喜欢的东西都一模一样呢？如果你对一个人产生了好奇，那么别怀疑，你是真的对他动心了。或许你自己没有察觉，但你的种种表现已经说明了这一点。好奇就会想知道对方每时每刻的动态，还有对方的感情经历，也通常是好奇的一个点。为什么会对他的前任感兴趣？不过是想要知道什么样的女孩子能走进他的心，自己和那个女孩子的差别在哪里。当你不自觉地去对比，其实就已经动心了。或许这些都是很小的细节，但也能看出一点心动的痕迹。如果不是对他的生活好奇，又怎么会想知道他在做什么？他平时喜欢什么？他还会通常和男生的共同朋友了解他的之前的感情。或许这个过程对他很煎熬，但又忍不住想要知道他的事，包括他的家庭、他的工作都很有兴趣。如果那个人在你心中有一定位置，那么你会对他产生好奇，你会想要知道他的动态，他的日常。如果那个人在你心中没有丝毫位置，那么你不会关心他的生活，就算他和你讲，你可能也会觉得无所谓。对一个人是否心动，可以看看你是不是很关心他的动态，他今天吃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都会是你关心的话题。其实，喜欢一个人，往往是从好奇开始的。两个人在初遇时，对彼此是陌生的，只有对他有好感，你才想要强烈的了解他，靠近他，那么关心他的生活就成为你想做的事情。有匪中的周匪一开始他并不喜欢谢允，觉得要不是他，父亲也不会离开自己。后来知道了谢允真正的身份，又对他产生了疑问，不想和他过多牵扯。但后来两个人越相处，他就对他越好奇，
不过是和这个人在一起久了，越来越心动了，只剩最后一步，就是让他自己认清他的心，他就会明白谢允说的都没错了。周斐和谢允这条感情线真的很慢，就像很多网友说的，看人家表哥阿胜多么主动，谢允你怎么就不能再主动些呢？